听说了吗？县里的牙婆王嫂来咱们村落脚了。哎，今年这年景，先旱5个月，后涝4个月，地里连根毛都没长。谁家要是实在揭不开锅，只能指望牙婆给娃寻条活路了。听说模样周章、手脚利索的，能给这个数。牙婆收人有活路，娘的药断了3天了，弟弟连遮屁股的裤子都没有，爹那副骨头架子再熬下去，这屋子就要没活人了。哟，哪家的小丫头？走错门了吧？我是陈家村的满花，王婶儿，听说你收人，你看我值多少钱？骨架子匀称，眼神清亮，虽瘦了点儿，但瞧着是个命硬懂事儿的。我要10两银子。10两？小丫头，你这是狮子大开口，寻常人家的闺女5两顶天了。我不只是卖身，我懂事，能干活，进了主家绝不偷懒耍滑，更不会逃跑。只要你现在给我10两，我这辈就是主家的人，生死不归。行，看在你这份胆气的份上，10两就10两，但这死契一签，你可就没爹娘了。签。这是干啥？哪来的钱？爹，我把自己卖了，10两。满花儿，爹没用，爹没本事护住你啊！爹，别哭，再不想办法，全家都得饿死。去大户人家当丫头，能吃饱饭，说不定还能挣月钱寄回来。只要人还在，就有希望。哪来的？这都是哪来的？娘，我把自己卖了，10两银子够给你治病，够爹和弟弟过冬了。你说啥？你再说一遍！是娘拖累了你，是娘没用，这病不治了，药我不喝了，把银子退回去，死也不能卖儿卖女啊！娘，天底下没有看着爹娘去死，自己站在干地上袖手旁观的道理。我去当丫头，只是换个地方吃饭，有主家管饱，等我挣了月钱，还能回来瞧你们。都看着干啥？吃肉。爹，你多吃点，码头活重，别把骨头累散了。娘，你喝汤补补身子。满柱，多吃肉，长高个。姐姐，以后真的还能见到你吗？当然能，姐姐要在外头挣大钱，以后还要看你骑着高头大马娶媳妇生娃娃呢。这一走，不知道什么时候能再回来，但我不能哭，我哭了，爹的心就彻底碎了。爹，一定要把娘的病治好，看好满柱，别让她去河边玩，把家撑起来，等我回来。都给我搓干净了，尤其是指甲缝、耳朵根儿。一会儿府里的贵人要来相看，谁要是肮里邋遢丢了我的脸，看我不揭了你们的皮！两位妈妈请看，这都是附近10里8乡最干净、最听话的苗子了。几岁了？回妈妈的话，刚过8岁。这姑娘叫满花，家里原本还算过得去，今年遭了天灾，实在没办法才来的。她是今早新到的，懂事的很。就这个吧，跟我们走。哎呦，好眼力！妈妈，能不能等一等？我想再跟我爹娘。进了府，以前的尘缘就断了。走吧，别让夫人在城里久等。爹娘，
娘、满珠，你们一定要好好活下去。擦擦眼泪吧，既然选了这条路，哭也没用。你这身量和性子，倒是个有造化的。妈妈，主家是什么样的人家？广南府知府陈老爷家，那是书香门第，最是讲规矩。只要你忠心，少不了你的好日子。过来，把你那一身烟糟衣裳换了。夫人，人领来了。奴婢满花，见过夫人。抬起头来。既来到我家，便是与我家有缘。在陈家当差，伶俐是其次，忠心最要紧。好好做事，我自然不会亏待你。是，奴婢一定尽心竭力。我回来了，给小姐请安。奴婢给小姐请安。你是谁呀？新来的吗？奴婢叫满花。满花，满园子的花。我又不是老虎，你抖什么？抬起头来让我瞧瞧。我也有3个丫头了，你是第4个。以后你就叫童儿吧，梧桐的桐。傻孩子，还不快谢小姐赐名！奴婢谢小姐赐名，从今往后奴婢就叫童儿。别动不动就跪呀！我听妈妈说你跟我同岁，还比我小一点。太好了，彩英她们都比我大，整天啰啰嗦嗦像我娘似的，这回我也能当姐姐啦。小姐你看，小姐，我的小祖宗哎！小姐你慢点儿。童儿，你以后就陪着我，咱们一起读书，一起玩。是，小姐。童儿一辈子伺候小姐，刚从小姐那儿撤下来的，还是新鲜的。你知道咱们1个月有多少利钱吗？多少？1个月有20钱月例，主子们高兴了，还有赏钱。20钱在村里能换多少糙米？能给爹买几斤旱烟？20钱真的能全给我吗？瞧你这话说的，这是你的劳力钱，等你熟悉了活计，也能领这么多。到时候托府里的妈妈帮你寄回家去，保准你爹娘过上好日子。爹在码头扛1天大蛮，挣不到1钱银子。只要我好好干，娘的病一定能治好，满柱一定能穿上不破洞的裤子。我不怕苦，只要能寄钱回去。童儿，你起得真早，给小姐请安。奴婢伺候小姐梳洗。哎呀，这针尖比牛毛还细，扎的手疼，我根本就不是拿针的料。童儿，快过来。那描红大字我写的手酸，你快再给我讲讲你上次说的那个在河滩里捉鱼，怎么能不用叉子就抓到？那是趁着午后水润，鱼儿都在石头缝里眯着呢。童儿，你懂得真多。你教我捉鱼摸虾，我教你识字念书，咱们谁也不许赖账。童儿这手艺真是心灵手巧，这花瓣的针脚比宫里的还要细密。娘亲，你只夸他不夸我，这帕子上的草还是我画的呢。你那草绣出来像毛毛虫。不许睡，娘夸你聪明，我也要霸占你，看能不能也变聪明点儿。小姐，快睡吧。明天少爷还要带咱们去放风筝呢。别急，我帮你们。童儿，拿稳了。又在数你的宝贝呢。张妈妈说你省吃俭用，连件像样的绒花都不舍得买，全攒着呢。攒够了这一串，明天托采买的王妈妈帮我寄回去。爹说有了这钱，满珠就能读2年私塾了。爹娘，这段时间我过得很好，
夫人大方，小姐亲善，你们再等等，童儿很快就能让咱家翻身。许妈妈，听闻这孩子是为了救母才自愿卖身的。回夫人，确实如此。这孩子每个月的利钱都托人捎回去，自个儿是一分不留。童儿，你过来。你是个至孝的孩子，我听了甚是感悟。这20两银子，你托人捎回去，让大夫给你娘用最好的药，务必把病根除了。夫人恩典，奴婢粉身碎骨难报万一。阿弥陀佛，贫僧受陈家村陈施主之托，给童儿姑娘捎个口信，令堂的病已痊愈，能下地干活了，令地满住，现如今也不愁吃穿。陈施主说银钱已在攒了，等够了数就来陈府赎姑娘回家团聚。娘，我听张妈妈说童儿的爹要赎她走，不准，我绝不准。娘，不能让童儿回家，我要她一辈子陪着我，大不了把我那箱子猪差都给她爹。傻丫头，童儿的爹娘要赎她，我怎能拦着？这是人家的骨肉亲情。童儿，你且宽心，我陈家虽是官绅，却绝不做那拆散人家骨肉的事。夫人，小姐，奴婢在进府前，全家已到绝路，是陈家给了奴婢10两买命钱，救了我娘的命。是陈家让奴婢10字洗礼，吃饱穿暖，府上对我恩重如山，是奴婢的再生父母。莫说现在爹还没攒够钱，就算将来您真的来赎，奴婢也不回去。童儿，我要一辈子陪着夫人和小姐，忠心耿耿，绝不背叛。若有此心动摇，就叫我轰隆轰隆，噼里啪啦。好孩子，快起来，陈家没白疼你。我就知道你舍不得我。走，今天不学琴了，也不练字了，咱们去放风筝。小姐，慢点儿。月儿，你又在带着童儿闯什么祸？哥哥回来的正好，我们要去湖边放风筝，你去不去？既然如此，我便舍命陪君子，给你们扯线如何？放！耶！飞高点，再飞高点。童儿，你来试试，手要轻，顺着风。是，少爷，那天的风真好，我以为这样的日子真的能一直持续下去。谁？江妈妈，出什么事了？童儿，府里出大事了，老爷被牵连了大案，官兵已经在路上了，你赶紧趁夜走，走得越远越好。我的生气，我的生气，拿着它，你就是良家子了，快走，以后再也别说进过陈府，再也别回来。那彩英呢？许妈妈呢？夫人和小姐怎么办？我要去见小姐。彩英他们是家生子，全家老小都在北方，根儿在这儿走不了。官差手里有册子，他们一个也脱不开。你是3年前新买来的，只在小姐身边伺候，识得你的人少，官府的名册还没报上去，查不到你头上的。这是夫人让我给你的，里面是她压箱底的钗环，路上当盘缠，快逃！妈妈，让我回房给夫人磕个头吧，就一个头。磕什么头？护住你这条命，就是给夫人最大的报答了。走，别回头，哪怕听到响动也别回头。封锁所有出口，反抗者一个不留。动作快点，别蹭蹭嗖嗖的。夫人，小姐，你们还在里面吗？为什么一点动静也没有？
爹，王，爹听说陈府被抄了，以为你也被抓进去了，爹急得几天几夜睡不着，一路打听着赶来。爹，我以为再也见不到你们了，陈家出大事了，夫人和小姐还在里面受苦。没事了，没事了，只要你还好好的，咱们爷俩就一起想办法。夫子您留步。夫子，我是小姐房里的童儿啊。快撒手，这里是是非之地。夫子，求您告诉我，老爷夫人到底怎么了？哪怕一句话也行。求夫子告知。陈大人是被上司牵连了，那贪腐大案惊动了朝廷，上司陈家是收押，听候发落。具体的，老夫也打听不到了。爹，这些都卖了，夫人给我的，我全部还给夫人。满花，这一荡可就真没回头路了。劫狱是诛九族的大罪。陈家若是没了，我这九族也是陈家给救回来的。爹，您还记得以前村里人都说您的手艺吗？爹这辈子只开过乡亲们的门锁，但这知府大狱的锁，爹得拼命试一试。爹，此去凶险，若是出了意外，赶紧走，别管我。说啥傻话？爹带你来的，就得带你回去。记住，咱们先救小姐和夫人，身子女弱，那牢里安杂地方，多待一刻都是在要他们的命。夫人，小姐，童儿，是你，你疯了？你怎么敢回来？童儿，我是在做梦吗？他们说明早就要把我们送去京城充军了，我以为再也见不到你了。小姐乖，不哭了。看，童儿给你带了你最爱吃的绿豆糕。你这是从哪儿来的？夫人放心，干净的，快吃点，吃饱了才有力气跟我们走。童儿，我怎么好困？爹，快！爹，快带小姐走！小门外那条巷子直通城郊，您背着她，千万别回头，快走！我等爹安顿好小姐，一定想法子救你。夫人莫怕，我爹已经把小姐带走了。我爹是十里八乡最好的锁缝，他开锁的手艺您见识过了。他会把小姐送到我家乡下，和我娘一起照顾。那里天高皇帝远，官兵找不到的。以后我就是陈月。童儿，若有一天我死在这里，你一定要想办法逃出去。你是陈家的恩人，不该陪着我们这些将死之人。夫人莫说丧气话，我记得小姐教过我的诗，说野火烧不尽，春风吹又生。咱们现在就是那被火烧过的野草，只要根还在，只要小姐还在外面活着，咱们就有希望。童儿，你跟我说实话，江妈妈把生气还了你，还给了你盘缠，你本可以远走高飞回老家过安稳日子，谁也找不着你，你为什么要舍身救月？夫人，我8岁那年卖了自己，换了10两银子。那时候我觉得这辈子也就这样了，是陈家给了我一条活路，让我吃饱穿暖。小姐教我识字念书，张妈妈教我学手艺，这几年的好日子是我白赚来的。那也是你应得的劳碌钱。不，那是命。夫人对我好，小姐待我像亲姐妹。人活一张脸，树活一张皮。若是现在不尽心报答，难道要等下辈子吗？小姐金尊玉贵，打小连大声说话都没听过，她受不了这牢狱之苦。我皮糙肉厚，乡下长大的孩子，这点苦我不怕。夫人，您宽心。我听少爷说，圣上是明君，既然是冤枉的，朝廷总会查清楚真相，还老爷一个清白。清白，谈何容易？童儿，好孩子，陈家欠你的，这辈子都还不清了。起来，都起来，别听诗了。上头有令，陈家一案移交京城，由圣人亲审，今儿个就启程，解送北上。圣人亲审，是活路，还是另一场死局？磨蹭什么？天黑前赶不到驿站，统统不许吃饭。怎么会是童儿？
玉儿在哪儿？玉儿在哪儿？他竟然替玉儿走这条死路。过了这条河就是北地的地界了，今晚就在这儿歇了，明早过河。别出声！童儿，别怕，是自己人。夫人受苦了，属下是岳老爷派来的，前来营救您和大人。如今朝局大乱，武王爷和八王爷争得你死我活，这永历州以南是八王爷的地盘，若过了前面那条大河，就是武王爷的死地了。岳老人效力于八王爷麾下，我们只能在此地动手。圣人现在如何了？圣人病重，恐怕时日无多。南北齐将大人马都在盯着陈家这桩案子。夫人，我们必须今晚就走，迟了官兵发现，便是万箭穿心之举。姑爷和浩儿那边可安排好了？夫人放心，营救大人少爷的兄弟已经潜入后院。童儿，跟我走，从今往后，刀山火海，陈家都护着你。夫人，童儿哪儿也不去，就跟着您。有人劫囚！有人劫囚！关死所有大门！快追！不好，营救大人和少爷的兄弟被发现了，惊动了官军主力。夫人，彩英他们还在后院，江妈妈他们还没出来，我去接他们。童儿，你不会武功，去了只能白搭一条命，可他们会死的。听着，你跟着大人们先往码头走，马车就在外面。黑子，护送童儿上车，走。一定要回来！彩英、江妈妈，你们都要回来啊！快，都挤进去，没时间废话了。诸位随陈家受苦了，我们要去北漠州投奔岳老爷，那里是苦寒之地，也是叛逆之名。你们若是不愿意跟我们走，等到了前方陆地上，就各自去吧。陈家绝不勉强。愿与老爷夫人共生死，绝不离开。童儿，现在南北局势混沌，若是月儿被救出的消息传回京城，那就是欺君。哪怕死，我也就是小姐。好孩子，等到了北漠州，那里是我父兄的地盘，站稳了脚跟，我就立刻派死士南下接月儿和你爹娘。在那之前，你千万不要对任何人泄露半句消息，安心等着，陈家定给你们一个团圆。满庭梨花偏着爱恨，一袭戒律更叹痴缠，红豆世间了。童儿，谢谢你。少爷客气了，奴婢是小姐的丫头，为小姐着想是本分，算不着什么。当时你并不知道会有人来救我们，你是抱着必死的决心，替月儿进那有死无生的牢狱。这份忠义，千万人之中也难寻一个。我们陈家欠你一条命。少爷言重了，陈家救了我娘，给了我活路，要说欠，也是我欠陈家的。北漠寒冷，快回仓里加件衣服。入府3年，这是少爷第一次同我说这么多话。愣着干嘛？搬东西啊！这北漠的风啊，恨不得把人的皮都给揭了。童儿，你瞧我这手，才几天就裂了口子。姐姐忍忍，这鞋底纳的厚实一分，前线的将士就能少受一分寒。遭了这一回难，大家还能坐在一起干活，就是老天爷开恩了。童儿，这么晚了还不歇着？夫人，我寻思着北漠冬日来得早，少爷跟着岳老爷上前线打仗，那是冰天雪地，奴婢把这些皮子做成护膝和护心背心，少爷穿在甲胄里，能少受些冻。浩儿那性子，报喜不报忧，这份心他会记得的。夫人，少爷都走了1个月了，一点音讯都没有，说是昨晚又打了一场大仗。都慌什么？男子志在四方，
要建功立业，就不能总躲在父母羽翼下。浩儿是陈家的种，也是岳家的外甥，他若回不来，那是他的命，也是他的荣光。禀夫人，岳老爷派去的死士回来了，小姐找到了。小姐和童二姑娘的爹娘弟弟一行4人，已经过了大河，正由弟兄们护送，还有5天就能到北漠州。好，小姐最怕冷，买最好的鱼，买最新鲜的肉。张妈妈，鱼汤里多放点胡椒，小姐在南边待久了，怕这边的寒气。还是童儿心细。童儿，你瞧你，这鱼鳞都溅到脸上了，跟个小花猫似的。快了，太阳爬到屋顶的时候，他们就该进城了。娘，童儿，我回来了。童儿，童儿，我终于见到你了，我以为你被我害死了。小姐，月儿小姐，你平安就好，平安就好。满珠，姐，是我。娘，你们不知道满珠有多凶。那天官兵进村搜查，他把我塞进地窖，在上头压了3层柴火，自己就坐在门口劈柴。那官兵问他家里有没有生面子，他眼都不眨地回人家，家里穷得叮当响，鬼都不愿意来。这孩子心眼子多，夫人派去接人的兵士上门3次，他硬是带着小姐从后窗翻墙跑了3回，害得人家找了半年才把话传明白。夫人，我不是存心躲您的人，我就怕来的是坏人。满柱，多亏了你机灵，若不是你这份谨慎，我陈家这点血脉，怕是早就断了。小姐是我姐拿命换出来的，我死也得守住。穷人的孩子早当家，这3年的情分，陈家没齿难忘。姐，我想投军。投军？这北漠正打仗呢，刀剑无眼，你才刚回来。这小子从昨晚就开始念叨，怕是想当兵想疯了。满花，咱们庄户人家除了力气啥也没有，满柱这3年护着小姐，性子磨出来了。要是能挣个出身，以后也不用让你这当姐姐的再卖身受苦了。姐，我想让你风风光光的回南方。现在正是用人之急，满柱这孩子有勇有谋，是个将才苗子。岳将军麾下正缺这种知根知底的猛士，我这就修书一封。谢老爷，夫人成全。报！前线急报，敌军大队突袭前线，守城主力被困，少爷率军断后陷入巷战，身受重伤，请大人夫人速速决断。快点，再快点！浩儿，都怪你们这些幕僚，好好的兵不用，非要搞什么偷袭，让浩儿带几百人守空城。若是浩儿有个3长2短，我跟你没完，跟你们陈家没完。言儿，此计原是为了一举定天下，将敌军主力一入包围圈。我也没想到会让浩儿受这么多苦。我不要什么天下，我只要我的儿子平平安安。童儿，哥哥的心跳好弱，他会不会挺不过去了？不会的，乡里的老人说，大富大贵的人都有神仙保佑。现在啊，神仙肯定正在跟阎王爷商量，要把那生死簿改一改，给少爷添100年阳寿呢。明月西沉，跳进寒灯。童儿，退了，夫人，老爷，少爷的伤退了。偏着爱恨，一起结缘更叹世间。活过来了，活过来了，我的浩儿活过来了。姐，少爷没事了吧？大夫说烧退了就没大碍了，只要后期好好调理。我真怕少爷出事，在城门快破的时候，少爷挡在我身前。姐，他要是有个3长2短，我宁可替他去死。姐，你知不知道少爷有个护身符？护身符是夫人去庙里求的？不是，是一方荷花手帕，白生生的，看着有些年头了，也不算顶好。少爷一直贴身带着，藏在甲胄的最里层。在那最凶险的几天，每次打仗前，他都会偷偷拿出来看一眼，再仔细揣回去。那天他倒下的时候，怀里还死死攥着那方帕子。荷花手帕，竟然一直珍藏着吗？弟妹、妹夫，如今八王爷已经登基为帝，
改国号为兴隆，兴隆，兴隆！平反了，咱们陈家终于平反了。浩儿，好小子，将军已经上书奏请你和满柱守城有功，给大军突袭创造了死里求生的机会。论功行赏的旨意就在路上了。奉天承运，皇帝诏曰：陈浩忠勇无双，守城有功，特封怀远将军正2品；满柱骁勇善战，护主有功，特封武威将军从3品。臣领旨谢恩。好孩子，好孩子！谁能想到，3年前那个背着木工箱的孩子，竟成了朝廷的3品大员。姐，这回再没人敢买卖你了。哎呀，夫人，您怎么又亲自过来了？有什么事儿打发彩英过来说一声就是了。亲家母，咱们2家如今还有什么见外的？你家满柱如今也是圣上亲封的武威将军了，这年纪也不小了。我就问一句，你家什么时候来陈家提亲啊？夫人，您说笑了。小姐是金枝玉叶，我们家满柱他就是个庄户人家的孩子，打仗是有一把子力气，可哪敢高攀小姐啊？怎么，亲家母这是瞧不上我女儿，觉得我玉儿配不上你家将军小子？还是说满柱现在官当大了，成了从3品的大员，就看不起咱们落难时的陈家了？不，夫人，我不是那个意思，我这是怕委屈了小姐呀。谁说我不娶？我没发达前就想守着小姐，我拼了命去投军去杀敌，我挣这个出身就是为了能娶小姐。你小子嗓门倒是挺大。岳老爷，您别打趣我了。既然喜欢，就老实承认。走，我替你做主，让你堂堂正正娶了月儿。谢岳老爷成全。童儿，快瞧，这红绸子挂的可正，正的紧。1梳梳到尾，2梳白发齐眉，3梳儿孙满堂。月儿是嫁给了这辈子最护她的人。童儿，你也为自己再打算打算了。夫人说笑了，奴婢守着小姐和夫人就知足了。我们是庄户人，哪能跟老爷夫人平起平坐？老哥哥，若没你们，陈家早就绝了后。今日咱们是儿女亲家，这高堂位你们受得起？一拜天地，2拜高堂，夫妻对拜。真好，月儿找到了她的归宿。少爷也要快快好起来才是。新皇看中了浩儿在前线的才干，特意指婚定国公家的嫡小姐给浩儿。童儿，夫人，我知道你想说什么。皇家赐婚是天大的荣耀，少爷才冠3军，国公小姐端庄高贵，他们才是天造地设的一对。我只是个丫头，能有今天的日子，能看到全家团圆，全靠陈家的恩情，我已经很知足了，没有任何怨言。童儿，委屈你了。在牢里的时候，你把唯一的被褥让给我，若不是你，我恐怕活不到今天。我一直没认你做义女，就是因为我存了私心。我想着等天下平定了，名正言顺让你做我的儿媳。可如今，这皇家圣旨那是催命符啊！夫人，您别这么说。您和老爷对我恩重如山，我做这些都是应该的。刚进府时，您说我与陈家有缘，这几年的缘分对我来说已经足够了。咱们不提从前，往后好好过日子。姐，皇上下旨让我镇守北漠州，还特意赐了这宅子，往后咱爹娘就在这儿享福。童儿，京城那边传来消息，说是大婚定在下月初8，那是好日子。少爷的大喜，奴婢在这儿给少爷祈福了。满柱，姐姐想回南方走走。回南方？这儿不好吗？谁敢欺负你？小时候困在乡下，后来困在陈府的院子里。我这辈子从来没有真正出过远门，有很多我没见过的景致，我想亲眼去看看，不想一辈子只围着灶台和绣架转。
你们一定要护好我姐，掉了一根头发，我摘了你们的脑袋！行了，大将军，我陪着童儿去，保准出不了岔子。你一定要回来。童儿，你快看，这里的景儿像不像咱们在广南府陈家的园子？像，真像。童儿，你瞧，这一路南下，仗打完了，老百姓脸上都有笑模样了。是啊，记得8岁那年，到处都是干的裂缝的地，连根烂草根都要抢。如今，这才是人过的日子。姑娘，这是咱福州州的命根子，千年不戒的福泉，喝一口，保准心里的苦水都散了。清爽甘甜，透着一股草木的清香，好喝，比北漠那些带沙粒的水强100倍。童儿，我看这儿挺好，小姐曾教过我，泉眼无声惜细流，树阴照水爱晴柔。以前只觉得是诗，现在才读懂了这话。彩英，我想留在这儿，这泉水这么好，我想做点什么。行，不管你想干啥，我都陪着你。彩英，就这儿了，楼下做买卖，楼上咱们住，推窗就是景。童儿，你真打算开点心铺子？手艺在身上，总比坐吃山空强。2位姑娘，这楼给你们住，我是放心的。这福泉边的风水最是养人呐。陈府的点心虽好，但糖分太重，福源州的人怕腻。我加了这里的山芝麻油，香味浓，口感也更清爽。香，童儿，这豆沙像雪一样化在嘴里，还有股淡淡的泉水甘甜。哎呀，早知道当年跟着小姐多背几篇大文章了，咱们这字挂出去，怕是要被人笑话。 2位姑娘莫愁，我那儿子战乱前是个秀才，如今天下安定，他正在州府里当校验，这起名写字的事儿找他准没错。当真？那真是太好了，大爷您先尝尝。若是公子不嫌弃，劳烦您务必请他过来坐坐，赏个脸，给咱们这小店赐个名。童儿，你说那秀才公子会来吗？读书人的眼界可高了，咱们的点心有福源的魂，他会来的。 我儿文远，这就是我跟你在家提过的2位能干姑娘。听闻父亲盛赞姑娘手艺，文远特来讨教。入口清甜，余味悠长。苏文顺公有云：“人间有味是清欢。”姑娘这店不求大富大贵，只求一份淡雅清甜。这个名字最是合适。 这清欢记的点心就是别家爽口，尤其是那股子芝麻香，绝了！对不住了，中尉，今日卖完了，明日请早。公子今日在衙门里可有什么新鲜事？倒是前几日街口的刘二几个想来收你们的保护费，被我撞见了。我让他们去邻里问问，教义公子的店谁敢乱动？多亏公子照拂，我们2个女子在外经商，若没公子护着，怕是早就被那些地痞生吞活剥了。 满姑娘言重了，我护的是一份清欢，也是姑娘这份不让须眉的骨气。这个文远公子还真有意思。今日这杏仁香倒是比往常还要浓上几分。公子鼻子倒灵，可惜这饼是留给过路客人的，没公子的份儿。那文远愿做这第1位过路客。童儿姑娘，最近城里不安生，圣商新任命了一位南方总督。 听说这位大人年轻有为，手持尚方宝剑，专门来整治咱们这边的贪官污吏。尚方宝剑，看来朝廷是真的要清查旧账了。彩英童儿，县衙里查出了刘大户和孙典士勾结的铁证，总督大人下令即刻抓捕。我作为教义，得去协助审讯文书。一定要去吗？这是为民除害。你们记住，今晚关死门窗，无论外面听到什么动静，千万别出来。别怕，有我呢。怎么办？ 文远公子还在里面，童儿，公子不会出事吧？他是有福之人，定能逢凶化吉。咱们不能乱，守好门户，别让他分心。公子，别怕，别怕，我回来了，毫发无伤。当时形势万分危急，若不是总督大人亲自提剑守在大门内，一夫当关，万夫莫开。
咱们这些文谱怕是都要交代在那儿了。总督大人亲自提荐。是啊，大人年纪虽轻，却有一股不怒自威的霸气。他死战不退，硬是撑到了援军赶来。如今那些土豪劣绅全数落网，福泽州的天彻底清了。总督大人还举荐了我，过几日我就要正式去州里任职了。童儿姑娘、彩英姑娘，文远能立功升官，多亏了你们平日里在家里照应。我和他娘商量过了，想把这门亲事给定下来。大爷大娘说的是，彩英这丫头总算是托付给正经人家了。北漠陈家送嫁妆，请彩英姑娘接纳。童儿亲启，得知彩英觅得良人，我陈家上下欢喜不已。陈家受你们姐妹救命之恩，这嫁妆陈家自当要出。记住，北漠陈家就是你们的娘家，常回家看看。童儿，我这心里慌得厉害。慌什么？文远公子是什么样的人，你最清楚。往后你就是官太太了，陈家给你的这些嫁妆，够你安稳一辈子。童儿，我能有今天，多亏了你。若不是你当初救我出驿站，我怕是早就烂在北地的风沙里了。你也别总想着别人，总守着陈家那点念想。在这儿想求娶你的俊货人不少，遇到合适的人就嫁了吧。彩英，我这性子怕是闲不住的。童儿，你真要走？北漠回不去，京城去不得，你一个弱女子去广南府干什么？我想去看看3年前陈家被抄的那条胡同，然后再回陈家村去看看我的家乡。公子，彩英就托付给你了。姑娘保重。历经半月颠簸，终于再次踏上了广南府的土地。杨柳映江水，不闻江上踏歌声。谁呀？讨水的还是问路的？王婶儿，我是满花，陈家村的满花。满花，你怎么回来了？妈妈，这次回来是特意谢谢你的。当年若不是你肯给那10两银子，我家早就散了，我娘也活不到今天。我只是个做买卖的，做了点分内之事。满花，还是你命好，遇上了厚道人家。妈妈，这院里现在还有卖身的姑娘吗？你要买小丫头伺候？不，我想在镇上开一家刺绣店。我想赎几个可怜的姑娘，教她们手艺，让她们能自食其力，往后不用再看人的脸色过活。好了，这屏风一出，咱们桐花记的名声就真的立住了。师傅，刚才那个镇上的刘员外想给自家闺女订一套出格的帐幔，给了一大锭银子呢。他还夸咱们绣的比县城里的绣庄还好呢。小翠，你指法不灵，不必强求刺绣。这胭脂花枝要捣9980一下，色泽才最纯正。只要这胭脂做得好，一样能养活自己。师傅，这位兔儿糕按您教的法子加了芝麻油，香味把隔壁街的小孩都招来了。识了字，你们才能看懂契书，才不会被人3言2语就骗了去。瞧瞧，这哪是绣坊啊，这分明是正经的女子学堂。我家那丫头现在回家都能帮她爹算账了。哎呦，我的大掌柜，你这生意是越做越大，可把我这牙婆逼得彻底关了张喽。妈妈说笑了，您现在日进斗金，整个村的喜事儿不都攥在您手里？还不是为了你的婚事。满花啊，你今年都快20了，在这陈家村，谁家姑娘20了还不生娃？那是老姑娘了。瞧瞧，这是城东李员外的次子，那是镇上刘秀才的侄儿。只要你点个头，这聘礼保准从街头排到街尾。妈妈费心了，桐花记这么多张嘴等着吃饭，我哪有心思去李家当劳什子的少夫人？你这丫头心气儿也太高了，你到底想要什么样的？难不成真要寻个神仙下凡？见过沧海的人哪还看得上泥水档子？妈妈，姻缘这事儿强求不来，我守这帮孩子心里踏实。满花姑娘真是菩萨心肠，救了那么多苦命姑娘，这观音何该她来办？姐，是不是累着了？额头上怎么全是汗？没事，许是这珠冠太沉，压得头晕。走吧，去后院卸妆。
今日见姑娘扮演观音，宝相庄严，慈悲为怀。姑娘救助弱女，开办学堂，确实与观音大士有缘，定会保佑姑娘岁岁如意，事事顺遂。师太谬赞。童儿幼时是吃不饱穿不暖，若非命运熬过了那些年，哪有今天的造化？能有一份事业养活自己，还能拉扯那些苦命孩子一把，我早已知足了。菩萨在上，信女陈满花，一求家中爹娘康健，二求北漠夫人一家平安顺累，三求京城少爷与少夫人夫妻恩爱，喜乐安宁，求少爷此生顺累，再无战乱与牢狱之苦。姑娘心中有大爱，求的尽是他人，唯独忘了你自己。我已在花丛中，何须再求花？少爷，你怎么会在这里？童儿，我找了你好久。少爷莫爱说笑，您现在是京城的贵婿，圣上指挥定国公府的婚事，我辞了。圣上虽体恤，但我心里早已装了人，怎能容他人插足？我向上求旨，以前线守城之功，以怀远将军之位抵去了那桩婚约。圣上感念陈家忠勇，已经准了。以战绩功抵完婚约，那你的前程？我一直带在身边，在北漠的寒风里，在战场的厮杀中，全靠他撑着我的念想。满花，我知道你性子坚韧，你不用做我的附庸，你守着你的同花季，我守着你和家国，往后岁岁年年，咱们再也不分开。童儿，我就知道哥哥能找到你，他这些日子在京城魂不守舍，连我也被他差遣的脚不沾地。姐，你就从了吧，少爷为了寻你，连圣旨都敢去磨。傻丫头，缘分天定，少爷是个好孩子，值得你托付一辈子。少爷，您现在可是怀远将军，前程远大。若没你，前程万里一时荒芜。店里正缺个算账利索、人品端正的账房先生，少爷若是不嫌弃，不如脱了这身锦袍，来我这儿先试试。求之不得，别说是账房先生，便是跑堂搬货，只要能在你身边，陈浩此生足矣。哎呦，堂堂怀远将军要给账房先生打下手，那我是不是得给姐夫备个大算盘啊？童儿，你可得开高点的工签，不然哥哥以后连私房钱都没有。伯父伯母，当年童儿舍身救主，陪陈家熬过最难的日子，这份恩情我陈浩此生难报。今日我在菩萨面前立誓，此生定对童儿一心一意，护她周全，让她既能守着她的事业，也能享着安稳的幸福。好。大丫，广南府分店上月的胭脂红利偏低，去查查是不是花期误了。姑爷，您这算盘拨得比我这老账房都精。他呀是怕我这账目乱了，亏了他的工钱。8年了，万花啊，爹当初把你卖了换肉吃，心疼了一辈子，现在瞧着你，爹死也瞑目了。爹，那是命，若没那10两银子，哪有今日的陈满花？你看，这荷花虽然绣得稚嫩，可它开得最久。少爷，其实当年在牢里，我就想告诉你，我是心甘情愿替小姐的，因为陈家是我见过最暖的地方。童儿，今天你可不能再叫我小姐了，得叫弟妹。那我也得改口叫老板娘啦。童儿，这是陈家欠你的正妻之位，今日这小院虽简，但浩儿给你的心是天底下最重的。夫人，这院子是我亲手挑的，这婚服是我自己绣的，这样的日子才是童儿想要的。还叫夫人呢，该改口叫娘了。娘，一拜天地。从今往后，世上再无陈家丫头童儿，只有我陈浩的妻，陈家村的陈满花。这风吹在脸上，竟像极了8年前在广南府的那阵春风。童儿，你还记得你当年卖身回来对你爹说的话吗？只要人还在，就有希望。如今我想说，只要有你在身边，无论寒暑流亡，日日都是好日子。这一路走来，有过卖身的痛，有过牢狱的寒，有过离别的苦，但这一次再也没有分离，只有岁岁平安，日日欢颜。满住，你给我站住！我就想跟着岳老将军去围场骑骑马，你倒好，直接把我的马给锁了。你是不是觉得我怀了孕就成了瓷娃娃，碰都碰不得了？夫人，那围场路不平，万一磕着碰着怎么办？岳老将军都被我求着了，谁敢借你马，我就卸了他的马腿。你
当年我在广南府上房揭瓦下河摸鱼，什么没干过，不就怀个孩子，哪就那么娇气了？当年我娘怀着我哥，还能提剑杀人呢。陈满珠，咱们什么时候要一个？